大家好，又到了 Brenda 的学习时间。今天我们来做一个 logo 的设计啊，是一种像渲染一样的彩虹色的设计。然后呢，这个标题会顶替我之前用的那个这个 logo。OK， 我们商标，我们现在先看一下。好，然后这个呢，我是用 Cycles 渲染，让它有这个闪光的一个动态。再看一次。好，大家可以看见这里都有闪光的这种动态的啊。然后呢，好，我们现在呢就进入一个 Brenda 的新的文件，存盘，然后我们新开一个文件，然后呢 X 键把这个默认立方体删掉，在这里我们先把一个 logo 给加进去啊，就是 Mesh 下面这里有个 text， 然后呢把它的位置啊，鼠标滚轮中键摁住不放就可以旋转它。然后呢，进入编辑模式 Edit Mode， 我们在这我们在这打字啊 ，Cat Design，OK，然后呢，当你打字的时候，这里会出现一个新的工具，我们让它这个字体居中。然后还有，我们想让这个字体呢改一个字体啊，在这里呢，我们用的字体重新用一个字体是BRUSH， 就是这个 OK， 点选2次才变蓝框，然后呢 Open Font， 然后的字呢就变成这样了，对吧？跟着呢在 Geometry 这里了，我们让它变厚变粗这个字体，所以 Extrude 呢0.06秒0.06米 OK， 然后呢还有它的这个 Bevel 啊，让它的边际不要那么硬啊。然后呢 Bevel 这里我把它移下来看啊， Bevel 这里呢 0.03米 OK， Depth 0.03米 OK， 然后呢这个可以再低一点啊，低一点也行。然后呢 Resolution 解析度可以变多一点点 OK， 然后呢我们回到物体模式下啊，然后在位置设置这里呢可以把它竖起90度，好像是应该是我看看是不是 Y 轴，很难说啊，错了，应该是X 轴90度，然后呢它就竖起了90度，对吧？好，现在呢我们先给它一个材质，材质这里呢我们先让它变完全是纯白啊，把这个圈顶上去，然后 Metallic 金属度变1，我们这里可以打开 Viewport Shading 来看，然后呢在这个 Roughness 给它完全是0 OK， 这样的话就像一个金属。然后呢我们的世界先给它一个摄像头，点击摄像头 N 键除侧边栏 LMN 的 N 啊，然后呢点击第3个键就 VREW 的键，然后勾选 Camera to View， 然后把它摆在中间一点的位置上啊。然后呢如果太靠上了，点击 Camera， 这里也点 Camera 就摄像头啊，然后鼠标左键 Shift Y 就可以让它上下移， Shift X 是左右移 OK。 好，我们大概差不多行。然后背位置摆好，勾选Camera 这里关掉取消勾选 N 键除侧边栏。好，然后呢点击摄像头，你就能看见是这样的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到世界背景 Color， 然后呢 Environment Texture， 我们把一个图给放进去。这个图呢我已经放在了 IRIDE OK， 好像叫 Photo 吧 PHOTO 啊，就是这个图啊。是怎么来的呢？可以跟大家说，我是在Google 搜索，然后呢在这里你能找到很多很多的图，而我现在要的是这个 OK， 这个把它鼠标右键下载就可以用上了啊，就可以用上了。当然你可以找别的啊，这里有很多，但是呢跟大家说啊，一定要点 JPG 为结尾或者点 PNG 为结尾，万一有一些它不是，它的这个结尾是JFIF 的，是不行的 OK。 好，我们现在继续选了这个图以后，我们 Open Image，
然后呢，鼠标在这儿移到最后一个，大家看见它的这个背景色就出来了。但是呢，这个背景色呢就没那么好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我们进入 shading， 别忘了在这个时候呢，你先存盘啊，要不做的再辛苦，突然间没电你就完蛋了。Downloads， 然后呢起个名字叫 test 吧。好，我们存盘了以后呢，跟着点这里进了shading 这个界面，然后呢点击摄像头，这里呢点击 viewport shading，OK，然后呢在这儿 object 这个 object 呢是设置物体的材质，但是呢我们是背景，所以呢世界背景点 word，OK，然后呢这里3个节点其实都选了，大家可以选最后一个节点 Ctrl T，OK，Ctrl T 呢其实是Blender 自带的一个插件，大家可以在 Edit Preferences 喜好设置，在 Add-ons 这里呢，大家搜索一下叫做 No Node 这个单词，然后呢就有个 No Wrangler 的插件，大家把它勾选就能用上。然后呢你就按 Ctrl 加 T 键啊 TUV 的 T 就能进到这儿。然后呢进到这儿了以后呢，你可以调一下，看看你的背景是怎么样更好看一点啊。现在调的是粘的是 Generated， 你可以粘 Normal 看看怎么样。然后呢，粘 UV 看看怎么样，粘 Object 看看怎么样，都可以 try 一下 Camera 啊，好，那果然就要出问题哈，好在我那个存盘了。然后呢 Object 粘上看看有没有 Camera 粘上看看有没有，好像 Camera 好一点是吧？ Window 啊，其实大家都多尝试未尝不可，对吧？啊，你也可以这样，是不是啊 ？Camera 好像好一点 ，OK。然后呢，如果你想让它的背景稍微换一下，你也可以在这啊动一下，对吧？稍微上上下下的旋转或者怎么样，哎呀，啊，怎么样动一下，让它就是这个背景更好看一点，就是你想要的那种。OK， 我们现在还是回到0吧。OK， 啊，就大概是这样。然后呢，啊，我假设是这样啊，也稍微有一点点花了，其实这样。好，我们再换一下。啊，可能这样还好一点，还是多色一点好一点。好，先那样吧。好，跟着呢，大家就知道怎么样了调它啊。跟着我们到选回 Camera， 在这里呢，我们可以给它一个景深，就是说让它的背景是模糊的，而它的前景这个 Cat Design 这个字呢是要清楚的。所以呢，这里Focus on Object 呢，这个可以用滴管选一下这个字啊。然后呢，它的背景是什么样，你就可以在这变成 0.8 或者1什么的，你看背景明显就模糊了，对吧？然后这个字就稍微突出了哈。好，跟着呢，我们再加一个 Area Light 在它顶上，就是一个面灯 Light Area Light，OK，然后呢，移到它的顶上，移到它的上方。当然了，打开 Blender 的它自己就有个灯，我们把这个打开 Blender 的灯先删掉，我们用这个 Area Light， 然后用伸缩工具打横，放到这个字的顶上都有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我们在摄像头外看，然后看看这个字有没有这个宽度，这个area line 够不够宽，就是刚好能包住这些字。现在可以了，让我们再点回摄像头 ，OK。好，跟着呢，这个灯还没显示太多啊，当然这个灯一会儿我们还要改的 ，OK。然后呢，我们先把这个 render property 渲染这里设置，先把这些勾选啊，就是反光啊什么的。然后呢，你如果想它颜色更对比度更鲜明一些，打开 Color Management， 在 Look 这里换到 Very High Contrast， 非常高对比度 ，OK。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灯的设置这里，选这个 Area Light 这里 ，OK。选 Area Light 这里，你就可以做时间针了啊，可以做时间针了。这个灯，我们给它一个20瓦，20瓦。然后呢，先是第一针的时候多少？因为呢，我要的这个长度时间长度不长啊，120帧左右，120帧我就够了啊。
我搞到了150帧，好吧，我们时间帧搞到150帧。因为呢，如果是一个 title， 一个视频的 title， 你搞得太长，观众会很不耐烦，所以我就搞了。其实我只需要120帧，我到时候会把它剪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呢，你这个灯就可以尽情发挥是什么颜色？紫色 ，OK， 紫色20瓦或者是100瓦，看看多少。好，100瓦会不会太亮啊？50瓦。好，差不多。然后呢，给它一个加帧。啊，这个不用加，反正都是50瓦。然后呢，到50帧的时候，你可以给它一个绿色 ，OK， 加帧。到100的时候，给它一个黄色，加帧 ，OK。然后到150的时候，再给它一个红色 ，OK， 加帧。啊，大概就这样吧。然后呢，这样的话呢，你一播放，它这个灯的颜色就会稍微有一点点变化。好，虽然看得不大清楚啊，我们把这个灯稍微往下一点改，这样会更亮一点。再试试。哎，还没搞好。这个灯，这是 area light， 先是，然后到50瓦，绿灯啊，100这里忘了颜色，忘了搞，是100是什么呀？100是黄色。好，给它打开。好，我们再试试。好，差不多了啊。这个紫色，这是紫色，这是粉色，然后呢，这个呢，这也是粉色。那我们把这个粉色给改成紫色、蓝色 ，OK， 重新亮一下。绿色、黄色、紫色 ，OK， 蓝色 ，OK。好，现在基本上呢，这里就搞完灯了，然后呢，就轮到它的旋转。它旋转就简单了啊，点击这个灯，把这个字，然后呢 ，N 键出侧边来啊，然后选第一个，然后这里就可以 rotation， 或者是说你在这也行 ，OK。先回到第一帧，然后呢，你看看怎么样让它旋转，是这样转也行 ，OK。好，或者是这样转也行啊，看看你怎么转。好，我们先回到0帧，我觉得可能用这个好一点。然后第一帧的时候0，到了150帧的时候，给它一个360度，这再走啊。然后呢，打开帧，这样的话呢，当你播放，它就是这个样子，这样子旋转。OK， 如果你还想这样也旋转的话，那你就也是第一帧的时候给它0度，然后到150帧的时候给它360度。OK， 好，这样的话呢，它就这样旋转，最后回到原位。好，就这样子 OK。然后呢，我们还可以然后到渲染输出了，先把它存一下牌。好，然后呢，到渲染输出了。渲染输出呢，这一预算染的，我们用 Cycles 渲染因为呢，这样的话它这个闪亮会特别好一点。然后呢 ，device 就是细节处理特别好。device 呢 ，GPU compute。然后呢，这里的 max sample 呢，我给它一个1这个呢 render 的这个呢，给它128，让它渲染更快一点。所以我把这些数据都给改下来了好，改完以后呢，还有它的合成器 composite use nodes。然后我们把这个这个侧边栏改进去，所以 N 键侧边进去好，跟着点击这一个节点，把它拉长一点。然后呢，我们加一个 viewer 的节点加一个 viewer 的节点，就是让它有阅览的功用。OK， 好 ，viewer。OK， 然后呢，我们再加一个 glare 节点，就是让它做那个闪光。好，
这样搞完了以后呢，我们把它连上 image。在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先让它先渲染一张相片，看看这个效果如何。OK， 直到这里啊，这里不是灰色，而是纯白色了，那就你看这个闪光就出来了啊。然后呢，你就可以存盘，然后呢给它放到哪个文件夹下 JPEG， 然后呢这里 Save as Image 就行了。OK， 好，跟着呢到渲染输出它的这个视频，点击Output Property， 直接在 Output 这里点击看你放在哪个路径下这个视频。OK， 我放在 Video 的路径下，我重新把它渲染一个。OK， 然后 Accept 搞一个名字然后 Accept 以后呢，在这发 Format 文件格式换到录像，然后颜色管理呢，我们刚才已经设置了，还有 Encoding 呢 ，Container 容器 MPEG4 然后呢，如果没有音乐就 No Audio 就行了，如果大家设置了音乐就 MP3， 这里可以换回 MP3。好，所有东西都做完了以后，检查一遍没问题，然后你就可以再存盘一次，然后 Render Animation， 然后这个动态就会慢慢的在刚才我们设置的 Output Property 设置的这个文件里这个录像里出来这个文件名这里出来。 OK， 然后我的课程呢就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观看，请喜欢这个课程的朋友给我个点赞，或者订阅我的频道，在视频右下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，祝大家愉快一天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